全国旅行出发澳门，都说澳门是男人跟女人的天堂。澳门人口密度世界第一，人均收入世界第二。第一次到澳门来，究竟该怎么玩？今天阿波呢将带你们去一趟澳门。现在呢就打飞机出发，机票已经买好了，厦门飞澳门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，花了我15张大钞。我们马上呢就要从这里开始检票登机了啊！带你们去看一看澳门到底像不像传说当中男人的天堂、人才的银行。走吧。好，52A。1个半小时的飞机啊，咱们现在已经落地澳门了啊！看到没有？这里呢就是澳门的机场了，不大，但是呢特别的干净啊！你看，很整洁啊。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一股金钱的味道，没闻到吗？到了澳门啊，先换一点澳门币啊，只接受现金兑换，换2000澳币。好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？澳币啊，10块的、20的、50的、100的，看有没有1000的500的，这应该差不多够用了啊。咱们现在呢，先打车带你去看看阿波住的这个酒店怎么样，然后带你们去看澳门第一次来的话到底该怎么玩，千万不要走冤枉路啊。我们现在出发去酒店了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了啊，看看这周围啊，就跟宫殿一样啊。我们住的呢是安达仕酒店，先带你们去看看酒店的房间怎么样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出发去澳门的景点，看看这里到底是不是男人跟女人的天堂，有哪些好玩的。走吧，这酒店的大堂里面就跟宫殿一样啊，还有专门的礼仪小姐接待。我们办理入住的这个大厅呢是在6楼，看看我们的房间到底长啥样啊？2217。来，大家一起进来看一看我入住的房间怎么样？光线还是很好的啊！哇，这个落地的玻璃，看一下这个环境。澳门确实是有钱人的天堂啊！你看多繁华，这个床这么大，我一个人睡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啊？哇，还给阿波准备了点心，还有蓝莓。尊敬的徐先生，欢迎阁下入住澳门安达仕酒店。我们现在先把行李放下，然后带大家去看一看澳门为什么被称之为男人跟女人的天堂，究竟有哪些好玩的，是吧？看到没有？来到澳门旅游的第一站呢，很多人都会来大三巴牌坊，是不是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？这可是澳门的8景之一。大三巴牌坊呢是始建于16世纪，以前这里呢是一座教堂，叫圣保禄教堂。1835年啊，据说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教堂被烧的仅剩下我们看到的这个钱币了，但是依旧壮观，所以啊，它成为了澳门的地标。为何要叫大三巴呢？这是葡文的发音，翻译成中文就是圣保禄教堂。如果来到大三巴，一定要记得站在我这个位置，跟大三巴合张影。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，一边呢是信仰，另外一边呢就是生活。如果你觉得此刻非常的疲惫，一边信仰一边生活，你该怎么选？大炮台公园，沿着这条路呢往上走啊，就是澳门著名的大炮台公园了。站在上面呢，能够看到整个澳门半岛的全景。上来以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博物馆，澳门博物馆，估计很多人都是头一次听。来澳门旅游呢，博物馆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，建议大家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，了解澳门的前世今生。那我们沿着这条路往前面走，带你们去看澳门半岛全景。站在大炮台公园看澳门半岛真的是太壮观了。你们往下面看，近处呢这些就是澳门的老城区了，房屋呢比较低矮，相对来说比较拥挤，但是你走进这边的街街巷巷的时候，会发现里面特别干净啊，也很整洁。那么远处呢，那边高楼林立的地方就是广东的珠海了。在这边呢还有一栋高楼，那个呢据说是珠海的第2高楼，高度呢有300多米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，珠海跟澳门真的特别的近。旁边那里呢就是大三巴牌坊，你们看，不知道今天是在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啊，在举办一个很盛大的仪式。我们是不是很幸运啊？刚刚来澳门就看到了，咱们也沾沾喜气啊。远处那里呢有一个高高的尖塔，它呢就是澳门可以说最高的建筑了，叫做澳门塔。
据说站在澳门塔上看澳门，那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景色。我们现在呢走到那边舵口那边去，带你们看一看啊，以前的这个大炮台上的大炮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在炮台舵口位置摆放的这一排大炮呢，全部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真迹，都是真实的大炮。那么他们见证了澳门的发展，也见证了澳门的过去。很多人来到这里啊，都会在这个角度拍一张照片，看到没有？点火，开炮，哼哼，挺有意思的吧？所以这个炮台来澳门旅游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当当当当，葡式蛋挞，来到澳门啊，不吃个蛋挞我都不好意思回去。3块钱没了，5块钱没了，一个蛋挞10块。板樟堂街这条街呢，就是很多人来澳门旅游啊，都会过来打卡的地方。大家仔细看地上的纹理，像波浪一样，黑白相间，是不是感觉就像一条河流一样？关键呢，这条街啊，走在这里的感觉就是像置身在欧洲的小镇一样。旁边这个教堂是不是很漂亮？就是著名的玫瑰堂了。这个教堂呢是可以免费到里面去打卡拍照的。关键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来，大家看一看，像不像来到了南欧的小镇？上面的天空就跟假的一样，这个是真的天空啊。今天的天特别的蓝。再往前走呢，就是议事亭了。这里呢，就是澳门的4大广场之一议事亭广场了。在明朝啊及清朝中前期呢，葡萄牙人在澳门仅仅只有居住权，并且呢要接受明朝政府的管辖。那葡萄牙人有什么事情需要跟中国的官员会面，或者明朝政府宣读皇帝的圣旨，或者重要的规章制度，都是在议事亭前来进行的。后来呢，为了能够有适合自己办公的地方，葡萄牙人当年以8万两白银的价格租到了前面那块地的地皮，并且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2层高的巴洛克大楼，成为了葡萄牙人在澳门自治的官署。2019年呢，这栋大楼就更名为我们看到的市政署大楼，成为澳门市政署总部在办公的地方。大楼的里面呢，还展示了很多丰富的艺术品、跟展览品和历史文物，是我们了解澳门历史跟文化的绝佳地点。如果来到澳门旅游啊，大家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、参观参观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带你们去一个你们来澳门可能一直都没有去过的地方，跟着我走，是不是感觉一脚跨到了罗马？其实这里呢是澳门的渔人码头，听说呢它是何鸿燊跟一个大老板投资建造的一个旅游景点。这里啊，看起来是不是跟罗马的斗兽场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？看看旁边的高大的罗马柱，包括这些残破的复制品，你来到这里打卡拍照啊，那真的是太棒了！而且如果幸运的话，在这里还能够赶上澳门官方举办的嘉年华的活动。如果这一次赶不上，听说7月11号到20号还会在渔人码头举办2025澳门国际美食之都的嘉年华。往里面走一走，打卡拍照的机会啊会更多啊！看这个角度怎么样？这个天空啊，就跟假的一样啊，太干净了。澳门为什么叫澳门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名字的由来。看见没有？妈祖阁。澳门的名字呢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据说400多年前，葡萄牙人来到澳门时，问这叫什么地方，当地人呢就指着身后的庙宇说妈阁。他们一听妈阁，马靠，这就是澳门的由来。所以很多人来到澳门旅游啊，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如果你想来澳门玩，我建议你可以到一些老城区去走一走，走进澳门人生活的社区，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。如果累了，可以坐在树下的躺椅这边来喝喝咖啡，休息休息，或者晚上在澳门住个1天2天，这才是澳门旅行的正确打开方式，而不是用那种特种兵的形式，早上来下午就走了，这样的旅行一定也不是你想要的。真心建议大家来澳门人居住的社区里面来走一走。你看这里呢，就是澳门人居住的地方了。这边是他们居住的小区，1楼啊是店铺，2楼、3楼呢是停车场，上面呢就是居住的房间了。这边是他们当地的社区的卫生中心，也就是医院。你看，马路的路牌啊是这样子的，放在草丛当中，黑沙环中间，跟我们内陆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然后那边呢是一个高端的小区，哇，这应该很贵吧？你们说说，这澳门的房价1平方得多少钱？听说他们这边都是按照尺来计算的，
然后前面这里就已经很接地气了，看见没？来到澳门，一定要到社区的这个餐厅里面或者茶餐厅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，味道不错，本地人自己吃的东西，你来体验，一定不会踩坑。这不得不说呀，澳门的马路是真干净，你们看这街上一尘不染啊。那边的摩托车摆放的整整齐齐，这里是特别热闹的一个生活区。那边呢有一些水果店呀、超市啊，包括一些小吃店，还有一些菜市场。咱们去看一看这澳门的物价怎么样。走啊，这边写了菠萝10元一个，18块钱2个；小西瓜16元一个。他们这很多水果都是按个卖的，甚至橙子你看20块钱3个。这里是卖烧腊的啊，来这个澳门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烧腊，很好吃。这是一家快餐店，2肉1菜25块钱。阿伯没说错吧？到本地人生活的社区来吃东西，价格就是便宜。这一朵呢，就是澳门的盛世莲花了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，金光四溢？是1999年澳门回归之后，祖国母亲送给澳门的礼物。下面3层红色的花岗岩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它们呢，分别代表澳门半岛、荡仔岛和路环岛。3层花岗岩呢，都是荷叶的形状，紧紧的叠在一起，也寓意着3地的紧密相连。它不仅是澳门的市花，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的核心图案，象征着纯洁、清廉与繁荣。看到它，不仅让我想起了那首《七子之歌》《澳门》。你可知马考不是我真心，我离开你太久了，母亲，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，你依然保管我内心。